嗨，大家好！大家看到我这边有一堆的衣服，就是因为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有的 Kate 单品。我觉得了解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 Kate 这个品牌嘛，这就是这些年打下的江山，所以想一次性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顺便呢也是解答一些大家对 Kate 的疑问，比如说你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品牌，该怎么选择第一件单品，或者是每一个季节的单品都有什么特点之类的。Kate 确实是承包了我1年4季的衣橱，有的品牌对我来说季节性可能比较强，我更倾向于它冬季或者夏季的单品，但是对我来说 Kate 呢春夏秋冬都有一些非常好的选择。首先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牛仔裤们，因为我觉得牛仔裤在我穿搭就是1年4季利用率都非常高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 Kate 里面就是比较好入手的一些单品。首先呢，就是这一条 Jacob 牛仔裤，它是一条超级阔腿的低腰牛仔裤。这一条呢，我在夏天的穿搭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首先它是低腰的嘛，再加上它是很阔腿，所以冬天稍微还是有点漏风。它的牛仔用料都非常的好，一摸就能摸出来。然后它的口袋设计的都是这种比较深的，穿着体验非常舒服的。这条水洗的颜色我也是很喜欢，它的每一件牛仔的单品里面都会写上这个单品的名字，比如说这个就是 Kate Jacob， 我觉得这个细节我超级喜欢，缝得很精致的感觉。牛仔的单品基本都是美国制造，我觉得很好的细节就是它的扣子，每个扣子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它的扣子上面就会写 Kate 的这个 logo， 都能感觉到它的制作是非常精良，所以呢我就很迷 Kate 的牛仔单品。接下来一条牛仔裤呢是这一条。刚才那条 Jacob 的水洗颜色我非常喜欢嘛，然后其实这2条是差不多的那种水洗的，这条也是一样，有一个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水洗标的细节，而且就是你看它内外的缝线都是非常工整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能判断一条裤子质量好坏的一个标准吧。口袋也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非常的符合人体工学，就我每次这样插兜的时候都感觉非常的舒服。如果大家看过我们的巴黎 vlog 或者是购物分享的话，应该都记得这一条。搭配上我觉得是非常百搭的，因为跟刚才那条不一样，刚才那条是有点喇叭超阔腿的牛仔裤，这一条就是一条直筒的阔腿牛仔裤，因为它比较长的牛仔裤，所以就会有一点点堆叠。我最近呢就很迷这种裤型，然后我也希望我能找到一些别的就是类似这种裤型的裤子。接下来这一条呢是 Kate 的 Abigail 牛仔裤，看我视频时间比较长的话，你们应该都记得这个裤型，然后我也是用它做了很多的搭配。这一条呢就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直筒牛仔裤，我觉得它的裤型是非常符合我的身材的。它也是一样，里面呢就会写上说它这个款就叫 Kate Abigail。这一条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衣橱里都非常需要的一条黑色的直筒牛仔裤。我刚才有提到 Kate 的这个扣子的做工都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像它这一条扣子就是有一个这种像黑色珐琅扣一样的这种金边的扣子，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其实我一样的单品很少会买2件，但这条裤子因为我觉得它是非常经典的直筒牛仔裤，穿搭的利用率都会很高，所以呢我还买了一条蓝色的 Abigail， 比较浅蓝色的这种颜色，然后它也是我觉得很好搭，不管配任何的外套上衣它们都不会出错，搭一些短靴呀，或者是乐福鞋啊、芭蕾舞鞋都非常的好搭。然后它呢也不是会拖地的那种款式，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考虑到，如果拖地的裤子就不是很方便。像我前面2条其实它都会有一点点拖地的，对我来说就是 OK 的。但如果说你不能接受牛仔裤拖地的话，其实像这种直筒牛仔裤呢，就可能是更好、更方便的选择。接下来这一条呢是一个9分裤，我觉得搭配所有鞋都很方便。我刚才说就是像 Kate 牛仔裤上的金属键，它就会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细节嘛，然后这一条呢就是非常夸张的这种大的铆钉，也很符合我今年说的像 boho 这种风格，就让这条裤子更酷更有个性一点。这个黑银的配色我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它也是一条偏低腰的牛仔裤，所以非常的舒服。比如说出去吃饭，如果吃很多，我这条裤子都不用解开扣子。这条裤子呢叫 Rapton， 这我放在最后分享，因为我感觉现在应该买不到了，因为它不是说每一季都会一直出的款式。说完牛仔裤，另外一个丹宁类的单品就是这一件白色的丹宁衬衫。这件衬衫它也是有这种金属扣的细节，跟刚才那条裤子其实是一样的，它是很顺滑的这种质地。因为它是一件丹宁衬衫，所以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就是
夏天是穿不了的，但是我觉得春天的这个就是非常合适这个季节的一件衣服。比如说我可以搭在一些吊带裙外面啊，或者是配一些那种白色的阔腿裤，是非常好看的。这件衬衫也是我春秋天穿搭频率比较高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当一个外套穿，它还可以搭在比如说风衣啊、西服里面做一个 layer。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衬衫的单品比较喜欢的话，Kate 做衬衫真的版型我觉得非常好，总是会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细节。比如说像这一件呢，就是它的这种银色金属扣，或者是它有时候会把领子做的比较不一样，或者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材质，像是薄纱呀、欧根纱这种材质，所以我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Kate 的衬衫单品的。接下来呢，就是2条 Kate 的半裙。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的托斯卡纳 vlog 或者跟我分享的话，应该都记得这一件，因为我刚刚才分享过的，就是这一条抽绳的半裙。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条裙子，因为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就是它帮你做好了一个搭配，它里面呢就像搭配了一个抽绳的丝质半裙，外面再套了一个这种西服裙的感觉，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层次感。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很迷这种抽绳的细节，它背面还有一个这样夹口袋的设计，这个呢也是我之前跟大家提过，我觉得像西裤啊或者是西服半裙，如果后面做出一个这种口袋的设计，其实会显得你的臀型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惊喜的一个小细节。然后呢，它后面还做了一个开叉的，我觉得也是很美，就是你走路起来，你的腿就会若隐若现嘛。然后我觉得搭配像是我很爱的那种芭蕾舞鞋呀，或者是乐福鞋都是很合适的。然后我觉得夏天的穿搭频率会很高。再加上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一直都想找一条这样的直筒的西服裙，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有的它可能就会太过于正式，但那个就不是我现在很想要的感觉。这一条我觉得就是完美的平衡了休闲和正式的感觉。接下来还是一条半裙，然后这一条呢，它是这种黑色丹宁材质的，非常的舒服，我真的很爱穿这条裙子。然后它的扣子跟我刚才分享那条 Jacob 的牛仔裤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银色，然后上面有一个 Kate 的 logo。这条裙子我很满意的就是它的裙长，它算是一种全长的牛仔半裙，再加上它前面有做一个开叉的细节，然后它岔开的又不会特别的高，所以就是那种酷酷的感觉，夏天穿起来也很舒服。再加上这条裙子的裙型我也是很喜欢，因为我不是很想要那种包臀的牛仔半裙，然后这一条它就是偏直筒的，但是你从侧面看其实能看到一些曲线的细节，就是它还是能凸显一些女性的曲线，但是同时它不是那种特别包臀特别紧的那种，就是既舒适又好看，所以我就是穿搭的频率很高，甚至冬天也会穿这条裙子。这么喜欢 Kate 也是因为我觉得 Kate 它把女性化和就是酷酷的元素都平衡的非常好，很懂女生的需求。如果大家对 Kate 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专门有出一期视频来分享 Kate 这个品牌，包括介绍它的设计师。下一条呢是一条抽绳的羊毛西裤，这条抽绳西裤也是我最近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单品，它前面呢是我很喜欢的这种有一个褶皱的设计，然后我觉得西裤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褶皱，我好像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然后它背面也是有一个这个夹口袋的设计，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夏天可以去找一条就是类似这种裤型啊，或者是这种抽绳细节的西裤。像这种就是薄的羊毛西裤，在夏天我穿搭的频率会非常高，因为我觉得它搭配上是非常简单的嘛，像这种黑色的直筒西裤，就你上面搭配一个简单的背心，或者搭配一个稍微有造型感一点的吊带，比如说像我在托斯卡纳 vlog 那期穿的那样子都是可以的。然后或者就搭配一个简单的 T 恤，也是一个很适合通勤的单品。但是如果你想要正式一点，比如说搭配一个西服外套什么的，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是很推荐的一条这种抽绳西裤。接下来呢就是夏天的上衣类。首先呢，这一件 Kate 的 T 恤，就我在巴黎买的那一件，然后这件就是真的它的版型特别的好。我之前说过，其实我很难找到适合我的 T 恤版型，但这一件呢就是我最近找到最完美的一件 T 恤，它就是纯棉材质的，非常舒服，稍微是有一点 crop 的那种版型，一个比较合身的 T 恤，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收腰，而且我很喜欢的是它 T 恤背面的这个针织的细节。就有一个 Kate 的 logo， 我觉得这种基础款的单品就是大家就是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就很好，所以我很开心找到了这件衣服。接下来这一件呢，它是一个这种抹胸落肩的像束胸衣的这种设计。这件上衣非常的优雅，而且因为它是比较有厚度的这种羊毛材质，它就会把你的上身的身形勾勒得非常好。它里面是有钢丝的这种，不是像纯棉很薄的那种舒服的吊带，但它就是比如说你需要用它做一些搭配啊，它是比较可以 dress up 的一件夏天的上衣。比如说我之前有用它搭过 Alaya 的半裙，我觉得就非常完美。就或者呢，你想拿它搭我刚才介绍那种西
裤，我觉得穿起来也是很夏天很休闲的一个 look。下一件呢就是这个白色的棉质吊带，去年夏天的时候穿去希腊，然后当时很多朋友跟我说很喜欢这件衣服，非常薄的这种很舒适的吊带上衣，就很适合穿去度假。我可以把它当成比基尼的一个 cover， 或者是你就单穿它配一个裤子啊裙子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很简单的白色吊带嘛，就是像白 T 一样。除了夏天的这些上衣之外呢，还有一些裙子来给大家分享。这条裙子是我非常喜欢的长度，它就是一个马上快要拖地但不会真的拖地的一条裙子，就给大家参考一下，我的身高是167，然后穿大多数 Kate 的连衣裙都是不会拖地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点。这条真丝呢，它就是非常的舒服，它是2层薄薄的这种纱的感觉，把它叠在一起并不会透，然后它整个廓形不是那种紧身的长裙，它是有一点点腰身，我非常的爱。再加上它在大腿快到膝盖的部分呢有一个开叉，然后这个开叉呢，就是我觉得 Kate 的叉都开得很妙，它都开在一个非常合适的高度，就不会特别的性感，但是让你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走路那个裙摆那样飘飘的，我觉得超级的美。它也有一个这种花边的装饰，就非常符合时尚趋势里分享的 boho chic， 再加上我觉得 boho 其实一直算是 Kate 的一个品牌标识之一，所以这个就是我非常满意，穿了好几年的一条丝质的长裙。说到 boho 呢，接下来这一条裙子也是有一些 boho 的元素，比如说像这个袖子，它做了一个这种很大的千层酥，就是这应该不叫千层酥，应该算是荷叶边吧。然后我有一次穿这个裙子，朋友说我很像莎士比亚。之前在巴黎的时候也穿过这条裙子嘛，我很喜欢 Kate 做的这种黑色的纱的这种单品，就穿起来很飘逸，而且非常的舒适。它里面都会很贴心的附一个衬裙，所以即使它外面是这种很透的真丝的材质呢，它又不会真的非常的透，然后它直接就给你配好了一个 look。所以这条黑色的这个长袖的裙子也是我很喜欢的，不仅是在夏天可以穿了，就是像春秋季也都是可以穿的。接下来一条呢是这个白色的连衣裙，然后这一条也是有我刚才说的元素，就是这种荷叶边，因为当时那一段时期 Kate 感觉蛮爱用这个元素的，它在裙子的这个胸的部分以及在下摆的部分都有用这个荷叶边的元素。然后这条裙子呢，我是看一个博主穿种草，他当时在巴黎穿这条裙子配了一个粉色的 caliper shirt， 超美，然后我当时就种草了这条裙子，我觉得它真的很美。再加上 Kate 的这种白色的棉质的长裙，我就是本来就很喜欢，因为它穿着感很好，很舒服，然后很透气。我觉得这个在夏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只有舒服你才会一直穿它嘛。出去度假或者是夏天在城市里，我应该这条裙都会一直穿。接下来这一条呢，也是 Kate 的一个白色棉质的长连衣裙，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穿着感就非常非常舒服，而且都很贴心的是，他们做了这个口袋的设计，这个我觉得是很妙的，因为这个穿着真的很舒服，因为有的时候你手不知道往哪放的时候，你就可以插兜。这一条应该是我拥有非常非常久的一条 Kate 连衣裙了，然后很多我的观众应该都见过这条裙子。我也看有人问我，就说是不是买衣服很克制，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买的衣服我都是认定我会穿很久，然后我可以反复用来搭配的，我觉得这样呢才是一个就比较健康的构建衣橱的一个消费观吧，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了。可以给大家一个尺寸的参考，就是我身高是167，体重是49到50左右，然后我所有的 Kate 的连衣裙都是穿 US2。接下来呢，就是我非常爱的 Kate 的一个品类，就是它的羊绒毛衣，因为质感真的太好了。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呢，也是 Kate 的一个薄羊绒毛衣，这件我觉得是我买的非常满意的一件毛衣，它是这种经典的条纹的设计，我觉得不管是冬天在里面做一个内搭，或者是现在春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也可以单穿。这种薄的羊绒毛衣它就比较好在外面套衣服，因为有的时候袖子比较宽的毛衣它比较不好去套外套，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基础款的薄羊绒毛衣质感很好的，然后非常 timeless 的这种设计，我就很推荐给大家。接下来这件呢，也是一个条纹的羊绒毛衣，它的颜色是米色配这种黑色的条纹，这一件也是超级软糯。其实所有的 Kate 的羊绒都是很软糯的这种，这一件其实也是比较薄的这种羊绒毛衣，只不过它袖子做了一个这种比较阔的这种喇叭袖，这件穿起来真的版型很好，就很飘逸。然后它的下摆做的也是这种阔阔的，但是稍微有一点 crop， 因为像这件毛衣它长度做的就是比较正常的那种羊绒毛衣的长度，你可以扎在裤子里啊。然后像这一件它就稍微做的比较短一点，所以它这两件的版型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件呢又做了一个这种假领子的设计，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再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我拥有非常久的这个 Kate 的 Scarlet 开衫。这件衣服应该很多人都有同款，因为它是 Kate 非常经典的一个羊绒开衫嘛。它是那种比较厚实的羊绒，然后它有一个收腰的设计。因为它比较厚实，所以它就能做出一个比较特别的廓形。比如说像它的袖子呢，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弯刀的形状，很阔的一个袖子，但是它这边有一个收口。这件衣服我觉得很百搭，然后冬天利用率很高很高。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燕麦色的颜色，我觉得这个燕麦色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件毛衣，它不是很起球，因为我已经穿了3年左右了吧，然后它就是没有什么起球。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织的稍微比较密，相比这种织的比较松的毛衣，它就更不容易起球一点。我的猜想是这样的。下件呢，大家应该也是很熟悉了。因为我之前在巴黎 vlog 里就是一直在穿这件毛衣，然后这件呢也是我今年冬天买到非常满意的一件灰色的羊绒毛衣，因为我很喜欢这件毛衣的廓形，然后里面呢还可以搭一个内搭，造型的可能性很多，不管是配裙子配裤子我都有试过，包括它穿在里面也是很舒服的，因为它的羊绒质感很好。对我来说 Kate 的羊绒毛衣就可以一直穿的单品，所以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在冬天可以去投资 Kate 的羊绒毛衣。我觉得它真的是穿着的频率会很高，然后搭配也是非常好搭，而且它的版型都做得很时髦，非常特别，就很有它品牌的感觉吧。也是我非常推荐大家首先去尝试的单品，因为真的太惊艳了，就是你只要穿过，你应该就会一直种草。然后像是我 Kate 羊绒毛衣呢，其实尺寸倒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之前也提过，就是毛衣类的单品大一点小一点不会那么的明显。比如说像裙子，我全部都非常严格，就必须是 US2 才是合身的嘛。但是像毛衣的话，就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穿这件其实是 L， 但是穿起来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大。然后包括那件黑色的毛衣，我买的也是 L 的。然后像是那件燕麦的开衫呢是 XXS， 那件条纹毛衣是 M 的，所以就是选什么尺寸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的重要。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鞋子的部分。首先呢就是这一双 Kate 的芭蕾舞鞋，这一双是 Marcy 那个鞋型，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材质，比如说网纱的，然后有网纱加水钻的，然后有像我这种毛的，还有像是纯皮的，它都有，就所以有很多选择。然后这个鞋型我非常喜欢，而且它脚感太好，巨舒服，就是穿上就是会惊艳到的那种舒适度。大家如果对芭蕾舞鞋这种鞋型喜欢的话，就可以去考虑一下 Kate Marcy 这个鞋型，非常的赞，百搭又舒服又好看。接下来呢 Kate 这双高跟鞋，这双高跟鞋就是今年也是很流行的这种小猫跟的设计，然后跟高不会太高，所以穿着起来其实不会不舒服。前面是这种就是它很经典的这种尖方头的设计，它比如说像靴子上单鞋上也会出现这样子的鞋头的设计，也算是 Kate 比较经典的一个鞋头吧。这一双是漆皮的，其实我之前不太会买漆皮的鞋子，但我觉得这放在这双的设计上其实是非常合适，因为它有这种亮亮的水钻挂在这边，然后再配合上这种漆皮的材质，就是比较有存在感的一双高跟鞋。我觉得因为我的衣服都相对比较简单，所以呢搭配这种鞋子是非常合适的，然后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双高跟鞋。最后呢还有一双鞋，就是这个细带的 Kate 这双凉鞋。我之前有提到过这双鞋呢，我觉得它美是真的美，但就是前面夹脚的设计再加上细带就勒得我的脚有点痛。我看它今年呢就也出了就是不是夹脚设计的这种细带凉鞋，真的就非常好。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反馈，所以改善了这个舒适度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细带凉鞋，我也很推荐 Kate 的鞋子。我觉得 Kate 的鞋总的来说做的真的很好，很舒服。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就是非常喜欢的 Kate 单品，或者很种草的 Kate 单品。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我看了它25年秋冬的秀，其实我已经有默默的种草好几个，就是它的外套啊，还有裙子什么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跟我讨论一下，也希望能对大家之后就是购买 Kate 啊，或者选择它的单品有一些帮助。那就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视频，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